各位长官各位老师，大家好。其实我非常紧张，因为前面是院士演讲，后面全部都是特聘教授，对我来讲压力真的蛮大的。那我还是会尽我最大努力把我今天的报告做好。今天讲的主题事实上是探点奈米复合材料与癌症的合并治疗。那我今天就马上破题好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一个微植体的东西。好，那 Liposome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可以包埋药物，它可以deliver 到tumor 那边，让你的药物的副作用更低，你的 targeting 肿瘤到达肿瘤的效果更好。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传统的 Liposome，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 Liposome 有很多缺点，一个制备非常复杂，很难大量的制备，再来说包埋药物或修饰或是多功能化都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很希望用一步非常很简单的合成。非常大量可以合成的方法来取代传统 Liposome 的药物。好，下一页。OK， 那我先从我们这个总计划主持人介绍起哈。那张万忠老师是台大化学系的老师哈，那他荣获了2017跟2018年的高有引用力学者哦，也担任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期刊，如这个 Biosensor、Bioelectronic， 那这个是生物感测器最重要的期刊的这个Associate Editor。那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呢，在这个食药署一个非常重要的期刊 JFDA 呢，也会有一个出版的一个专刊。那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介绍台湾在这个奈米声音感测器的一些应用哦。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投稿。好，那在我们这执行的过程中呢，有几项这也是这个计划的要求我们列出几项一个指标性。那第一个呢，这个在总计划主持人呢担任的连续几年这个电化学的国际电化学会议非常重要的这个国际编委。那也担任了几个其他非常重要杂志的这个 Associate Editor， 不管是总计划主持人或是个子计划，那也非常重要的在去年的这个亚洲化学会议呢，我们的团队也主持了一个session 然后当这个 session 的 chair。好，那我刚刚有讲过，我们这一个整个计划一个最大的主题呢，就是发展这个奈米碳囊包的微植体。那这个奈米碳包的微植体更重要，它具有这个高载药量还有光应答的特性。那这个是传统的微植体比较难达到的特性。那我们应用的肿瘤 model 总共有2个一个是这个神经质母胶质瘤细胞，另外一个是抗药性的乳癌细胞。好，所以我们整个的团队合作基本上架构这样子，我们的目标就是肿瘤的标靶治疗，还有控制释放。那主要的材料就是以碳点为主的奈米材料。那2个癌细胞的治疗标的分别在这里。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说，这个奈米材料最让人诟病的是说，等你治疗完之后，你不知道这些奈米材料跑去哪里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子计划专门在做这个奈米材料的生物追踪跟分布。好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做奈米载体？奈米载体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在这个肿瘤整个治疗过程，不管是被动标靶或主动标靶的时候，它可能更有效的把我们的奈米药物投递到这个肿瘤区域，然后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副作用更低。那整个奈米载体包含我上面列的这几颗，有金属的，有蛋白质的 dendrimer 的，有 micelle 的或 polymer 跟 liposome 的。那这里面的装载的东西可以有很多你可以是一些抗癌药物或是核酸蛋白质抗体都可以。那你为了要追踪的话，你必须还要在它的表面或是装载其他具有荧光的特性，或者是具有 MRI 特性的分子进去。那在这些里面，它当然会有一些挑战举例来讲，在这些奈米材体，第一个是毒性的问题，因为刚刚有介绍到，很多都是用金属材料的。如果是金属材料到身体里面，你慢慢还是会释放一些重金属离子出来，所以金属毒性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个是large scale 的制备你要大量的制备这些奈米材料，事实上也是非常有问题。再来是每批次的再现性的问题我们常跟产业界人合作。几乎每批次在奈米材料的制备再现性都是非常一个大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提的这些奈米材料，其中有一种还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个奈米载体哦。那这样子奈米载体叫做 lipid base 的nano vesicle 简称 LNVS 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它就是一个 lipid bilayer 所形成的一个囊泡。那你的输水药物可以在这个磷脂质双层里面清水药物也可以在这里这个囊泡的中心里面。那这一种囊泡它有很多种形式你可以去调控它的整个结构的稳定性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性。那另外一点是这种囊泡它事实上是生物相容性是相对高的，所以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那这样子的囊泡的制备，一般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磷脂硒胆碱，然后呢用这样子的 lipid solution， 经过干燥完之后，它形成一个 lipid film， 这是一个最传统的做法。然后你经过复水完之后，它可能会形成多层的这个vesicle 的结构，然后再经过一些extrusion或sonication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合成一个这样子的单一的微囊泡。那你可以想象中这个步骤有多少步第一个，你 dry 的时候，你那 lipid film 的厚度都会影响到你后面的结构。你形成这种多层的结构完之后，那 extrusion 跟 sonication 这样子的大小，事实上是非常难控制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像说这种虽然很多方法在想要让这个制备更简单、大小更均的话，但是事实上还是遇到一些蛮大的问题的好，那所以即使是这样子在这样子微质体的市场还是非常的大举例来讲，像2020年，像今年它的市场可能会达到36亿美金左右，而且每年的年成长率可能会到达8.多%。但是这样子的市场，大部分的44% 还是在北美市场，欧洲的市场只要占36%，我们的亚太地区也顶多占了13% 左右而已。所以这样的市场还是在欧美市场被把持住。那是不是这些都没有问题嘞？事实上，它还是很多缺点，就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它的产率非常低第二个就是在线性非常差。第三个就是它 drug 的loading 装载进去的效率也是比较差一点的然后另外一点是说成本的问题也相对的高像这个每毫升2个 milligram 10 milliliter 就要价差不多要80几块美金左右所以这成本是相对的高的那这一个药物是一般的这个Lipson 装载这个我们的小红莓非常传统的一些抗癌药物的售价。另外一个是说现在在癌症治疗的话，非常强调都是合并治疗。那合并治疗的话，你就要让它有多功能化，最好有光印打的效果，最好还可以有追踪的效果。那你要做光印打会追踪的效果，你要做很多 post modification， 就是后修饰。举例来讲，如果你要让它有光热效果，你可能要加一些金奈米粒子进去。那如果你要 MRI 追踪的效果，你要加一些 GD 粒子进去。那如果你要有光热敏感或是 pH sensitive 的话，你在这个lipid 的修饰要做很多个动作，所以为了达到这种合并治疗的效果，你要做很多的修饰的话，也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子，一样我们可以让合成这样的 Lipson， 而且经过一步的合成，然后它具有荧光的效果，然后可以做追踪。而且它具有光印打的效果，我照光的时候，它可以产生一些自由基来毒杀癌细胞的效果。所以我们锁定的材料就是会以碳纳米粒子为主。为什么以碳纳米粒子为主这个是几个碳纳米粒子从富勒烯到硅锭到 diamond。那为什么锁定碳纳米粒子？某些碳纳米粒子它具有荧光特性尤其像这一种的碳纳米粒子，3到10纳米的 carbon dot 就是叫碳点，它具有荧光特性。很多碳纳米材料本来就是可以当药物装载的载体。第三个，很多碳纳米粒子它也具有光印打的效果。什么叫光印打的效果？你照光的时候可以让温度增加，或者是你照光的时候可以产生一些自由基，达到毒杀癌细胞的效果。所以我们会以整个计划会以这个碳纳米粒子为主那碳纳米粒子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都很少遇见呢？其实不会举例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周遭很常看到的一些碳纳米粒子，这在我们的啤酒、饮料里面或雀巢咖啡里面
我们都可以在做完分离之后，你都可以得到非常小颗的碳纳米粒子哦，3到5纳米的碳纳米粒子，而且具有荧光特性。所以在我们生活周遭碰到很多碳纳米粒子，那为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它的生物毒性非常的低，也就是生物相容性很高。它在每毫升大于20个 milligram 的时候，基本上还不会造成什么生物毒性哦。那如果你要以科学的方法去合成这些碳纳米粒子，有2种方法是可以达成这件事情的。第一个，你把一个比较大的碳经过剪切的方法，这剪切可能是加热、电化学的方法或光照方法，你可以剪切的比较小颗的碳。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用一些小分子，经由加热的时候，它会脱水聚合之后，就形成一些碳纳米粒子，非常小颗的碳纳米粒子。那我刚最强调说，这些碳纳米粒子基本上都具有荧光的效果。好，那怎么赋予它有更好的生物功能性呢？那就要非常容易去控制它，怎么很精准的去控制它？怎么控制？你从一些分子或是聚合物，你非常精准的调控你的加热温度的时候，它会形成中间是碳核，表面还有一些聚合物的结构，或者是原来分子这样子的结构。这样子会大大的提升它一些的生物活性。你可以想象，如果这边是一个生物活性分子，那你经过非常精准的调控它的碳化的过程，你可以把这些生物活性分子全部间接上去。中心这些碳核是具有荧光特性的，你可以追踪它。表面这些生物分子，它可以放大它的一些生物活性哦。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呢，前面几年我们也证明了这些事情哦。举例来讲，我们利用一个生物多胺哦，这在植物里面，它这是抵抗一些细菌感染最主要的方法哦。那我们就把这些生物多胺经过1步或2步的加热合成完之后，全部聚集在这个碳纳米粒子的表面哈。那经过这样子的方法完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它的抗菌活性比原来还没有间接前的这个抗菌活性大大的提升1000倍以上。那我们也成功利用这样子的技术做在一些抗菌的敷料上面哦。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姜黄素curcumin。那我们一样非常精准的调控它的加热的时候，一样是可以把 curcumin 1步合成，形成核心有碳核，表面有一些 curcumin 的结构。那在肠病毒的抑制上也达到非常的效果。举例来讲，这就是 curcumin 的治疗肠病毒711型，这是非常危险型的肠病毒你看它在治疗的话，这个老鼠第6天的时候就开始死，10几只老鼠的话在第15天全部都死。那变成 curcumin 的卡崩大的时候，它这个抑制肠病毒感染的效率就非常的好。所以利用生物活性分子，经过简单的加热，我们已经达到我们要的效果。那我们今天要做了，就是想要把这些具有碳核、外面有一些生物活性分子的，我们希望把它让它可以自组装起来，然后达到更好的药物装载的效果，然后具有这个lipson 的特性所以我们会 screen 一大类的这个前驱物。然后经过一些加热制成可能是 microwave 或 hydrothermal 或 dry heating 的方法，让它有达到这些功能第一个光动治疗或光热治疗，或者是生动治疗的效果。所以我们的合成会在这一个第一个，我们就选择生物非常相容性非常高的一些 lipid 的分子，或者是一些界面活性剂那经过 dry heating 完之后。然后它会形成这样子的碳纳米粒子，完了之后复水完之后，它就可以形成 lipson 的 like 的 structure。那我在这里要强调这个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是 dry heating 的方法，因为这是一个固体干燥，像在我们的 lab， 你一次要合100公克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有一个烤箱，固體完了之后，那你如果是一般的 lipson， 你要合100公克，可能一般的微质体你要合100公克，你要花上非常长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先锁定2个，一个是抗菌的治疗，一个是 anti-tumor 的治疗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怎么去控制温度，形成这样的lipson结构。那这是刚刚一个例子，我们就找一个非常简单的界面活性剂，而且界面活性剂是食品级的界面活性剂，经过之后这么有 heating， 你就看不到任何尾包的形成那这是160度、180度，到200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像 lipson 的结构可以出来了那如果你加热太高的时候呢，它变成实心的结构，那这个装载药物的效率就会差很多而且它尺寸也会过大
再来这个尺寸呢，它是可调控的我只要经过一出巡我控制这个孔径，我就可以控制这个粒子的大小，不一样的大小。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这个 Lipson， 我们这种 Lipson-like 的结构还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嘞，它具有荧光特性而且具有 pH 值应答的特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癌细胞的时候，它只是比较偏酸的。所以，如果你具有 pH 应答的特性的话，你的drug 是比较容易 release 出来的所以我们已经证明了，第一个可以形成 Lipson-like 的特性，第二个有荧光特性，帮助你追踪，第三个具有 pH 应答的特性，让你的药物比较容易释放出来。好，所以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它具有非常好的载药量的特性你只要干烧完之后，然后把癌症药物的水溶液嘞加下去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己自组装，把这个药物给包埋进去。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说，我可以控制它的亲疏水性，它可以跟细胞结合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结合到细胞核里面。有时候你可以让它控制localize 在这个细胞质或者是细胞膜的表面所以你可以调控它的特性，让它 localize 在细胞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有做了几个药物的载体像这艾雅780，它是具有光动跟光热的特性的药物你看它载进去的时候，我们不管在这个bright field 或是荧光 field 的显微镜，都可以看到这个载药量相当的高那这个是小红莓一样载药量也相当的高，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载药那这个 vancomycin 就是一个抗生素的载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不仅可以载光动的药物、光热的药物、一般的化癌药物，或者是一些抗生素的药物，都可以载进去。那这些以后可能会在我们这个癌症治疗跟这个细菌的治疗，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一些载药量都试过就是不短的亲疏水性的这个抗癌药物里面的载药量都测试过。更重要的是一些抗癌药物有些它的水溶性，或者是它很容易水解的药物，当我们载到 Lipson 里面，我们这种 Lipson-like 的 carbon dot 里面，它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举例来讲，这个叫一个 CF 利这个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抗癌药物。那这个有一个缺点，它只要溶到水的时候，它只要2-3个小时就开始水解了。所以你看这个48小时完之后，这个 CF 利没载的它就水解的效果。就是水解只剩到10%的活性那只要载进去的，它可以稳定性可以很高甚至我们现在保留到6个月，这个药物在水溶液的稳定性都非常高。所以我们就开始比较一下，这个有装载到我们这个 carbon dot Lipson-like 的结构跟没有它一些的抗癌特性所以我们试了一系列癌细胞然后装载不同药物那这个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的有效使用量的相对浓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越低的话，这个数值越低的话，意味着说它只要使用更低的量，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癌细胞的治疗。那这个得到的效果就是一可以降低副作用，二它的标靶特性可能是相对高，才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in vivo 的实验就是动物实验但我们也跟传统的 Lipson 的 cisplatin 这顺铂这也是一个抗癌药物去比。那这 CDMV 就是我们 carbon dot nanovisco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材料你可以看到这个治疗的效果这是20天完之后，这肿瘤相对就比较小那这个cisplatin 的 Lipson 的话，它肿瘤相对就比较大所以这意味着说，我们这个药物可能比传统的 Lipson 的药物还达到一些更好的效果。那我们也做一些生物毒性的评估我们在这个 liver 啦，或这个kidney 啦或 spleen 啦，做一些这个肿瘤组织切片，也发现它没有什么这个生物毒性的变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证明说，它具有荧光特性，它具有可以非常高的载药量。那接下来我们要证明它是不是有光应答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做光应答的效果，在照光的时候呢，我们看是不是有自由基的产生。那这个是EPR 的结果，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照特定波长的光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些自由基的产生。但比较可惜，我们现在照的光都还是比较偏可见光。所以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到一般的这个 Near IR 的光的时候，还具有一些可以产生自由基的效果。像这个，只要这个细胞包吞进去完之后，你照光它就产生一些这个 ROS 自由基，然后这个细胞就会染色之后就会产生绿色的这个是证明一个自由基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细胞哈，所以我们只要照光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细胞全部都是坏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染色，那代表说我可以利用光去调控我的肿瘤区块的位置，达到某个部位，就是固定标靶到肿瘤，照光完之后，让肿瘤的区块的癌细胞给毒杀掉。那不仅是肿瘤细胞，我们证明一些在细菌的毒杀也一样有非常好的效果哦。像这个细菌的时候当处理完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carbon 大的 nanovesicle 的时候，然后在经过照光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一些 radical， 然后把这些细菌给杀死所以我们做了几株细菌不管是革兰氏阴性菌跟阳性菌都得到一样的效果那最后我们也把这样子的材料应用到这个糖尿病第2型的伤口细菌感染的治疗。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没有治疗的就control组12天的时候，这糖尿病属的伤口，因为它细菌感染，所以它伤口的愈合相对很慢那经过我们这个carbon 大的 nanovesicle 加上光照完之后，它12天的伤口几乎完全愈合然后在第6天的时候，我们也取菌去勾然后发现说，这个处理我们的材料，再经过照光的，它细菌相对的量真的少很多，以至于它伤口的复合会快非常多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子计划最主要的研究的成果那这个材料是不是只有刚刚那些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整合型计划，我们希望我们研发的材料可以让每个子计划都可以加进来让我们这个材料可以更加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第2个子计划基本上它的研究的主题是多形性神经质母胶质瘤的细胞，叫 GBM 这个 GBM 的脑瘤细胞的处理或者治疗，事实上是非常难处理第一个，你一般的癌症药物要通过血脑屏障的时候会非常的难第2个呢，这种的神经母胶质瘤细胞呢，它的浸润性非常的高。如果我用外科手术去切割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复发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开发一个方法呢，可以达到标靶治疗的效果所以我们用的方法呢，我们基本上是用微气泡的方法我们希望说我们在静脉注射打入微气泡的时候，然后经过 ultrasound 就是聚焦超音波的照射之下嘞，它可以产生这些空穴效应空穴效应完之后，它可以瞬间在很短的时间打开这个血脑屏障，在打开的同时嘞，它可以把药物给释放出来那或者在打开的同时，它可以产生自由基，让这些自由基去消灭这些癌细胞。那为什么让自由基消灭癌细胞在血脑屏障作用很大？第一个，自由基的生命期很短。所以它不像一般的抗癌药物，你会产生大量的副作用。所以在这样子的脑癌细胞用自由基去治疗，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的 strategy OK， 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合成一系列的亲疏水性的carbon dot 也取代传统的 lipson 的结构希望可以做这些治疗的方法那这个是我们已经用 carbon dot 的 film， 然后已经成功的制备这个硒大的 bubble 那这 bubble 一般都在微米级的左右你可以看到这些一颗一颗的粒子另外一个重点是说，这个的超音波聚焦打下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一些 radical 的产生自由基的产生，所以之后我们将会应用在这个脑癌的治疗那第3个子计划呢，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跳到最后的结果我们一样是以碳点的合成方法合成这样的碳点，然后加入platinum 的 iron 呢，这是一个金属然后形成这样子的复合材料，然后在癌细胞的治疗的时候呢，利用这个癌细胞里面的 GSH 让这 platinum release 出来，然后达到癌细胞的治疗效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红线是一般的 platinum 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胞毒性你要相对高的浓度才可以达到一般的细胞毒性你如果有这种奈米粒子可以靶向的传递到癌细胞的时候呢，它的所需要的浓度达到的毒性就相对的低这是第1个重点。第2个重点，这样子的靶向是有办法传到这个粒线体的传到粒线体有个好处，在我们很多癌细胞的治疗，如果你可以把药物传递到粒线体你可以增加它的 ROS 的增加，所以这癌细胞的治疗会相对的高一点那最后一个主题呢，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追踪这些奈米材料到哪边哦，所以我们把一些细 data 经过血液循环肿瘤或者要组织完之后，再把它取出来，然后我们再利用一些金属离子修饰在这些细 data 的表面，然后经由 ICP mass， 这是一个非常灵敏的重金属的分析，因为这全部都是碳材的材料，碳材材料很难追踪。所以我们借由金属离子在标靶上去完之后嘞，我们是一系列金属离子，这些金属离子就在我们身体里面都是很少的，那最后找到一个 PT 离子，它可以很强的结合在这些碳点的表面，所以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PD 这样子的离子反方向去追踪它在所有的生物分布，不管在肿瘤区块或者是在癌细胞的区块，好，那我们这一些部分的研究成果，在今年已经发表了5篇文章，有2篇在 Revise， 然后几篇现在正在就是在 Preparation 要 Submit 的过程，OK， 好，那我们未来工作有几项，第一个增强标靶性，因为我们现在的标靶性都是靠这个Lipson 本身而已，也还没修饰什么抗体啦，或是 DNA 啊，所以我们增加标靶性。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药物的包埋效果还不是非常的好，我们还是在希望增加药物包埋效果。第3个是控制释放，第4个是我们必须要更精准的评估这些生物相容性，第5个才是做要更多的动物验证，去验证我们这 Lipson 的结构，Lipson-like 的结构真的是可以取代传统的 Lipson。好，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